99号车手黄景瑜。 车手已经做好准备，大家有看到今天我们大喜的车辆，也是相当之亮眼啊！作为我们这一季唯一的女车手，在出发之前，刚刚应该有一些心态上面的优势，毕竟自己的队伍现在已经有2分在手，而你的对手呢，这个黄景瑜，不是作为战术的选择，其实是缘分的选择。对于对手有什么要说的吗？黄景瑜。 不要在黄金树下待着了，终点等你。大喜对于我们今天的出场曲的安排还满意吗？满意，满意，非常满意，加油，顺利完赛。希望我们无论是出场曲还是现场观众的欢呼，都是对你最大的支持和加油，好吗？大喜加油！ 那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车手黄景瑜这边。那其实现在任务也是蛮重的，因为如果能够在这一轮当中替自己的团队拿下2分，至关重要。景瑜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对手金晨说的？把所有实力发挥出来，最后一场比赛，帅就完事儿了。 谢谢，期待2位车手接下来的表现。2位做好准备，请给我们一个手势。2位车手准备发车。OK， 现在我们看到第2组金晨和黄景瑜已经驶向了赛道。从第1轮的情况来看，难度不小。是，但是李世廷和林一的表现有一些不一样。他们大致完成，被罚分也不多，没有太多的车损，这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这一轮金晨刚才好像。 主持人也说有一点天然的优势，女性嘛。小马哥，总教练怎么看？我觉得通过刚才第1轮的这个比赛啊，就像我们刚才预测的一样，这条赛道的难度是非常的高，非常高，而且晚上视线也是会跟他们下午练习的时候会完全的不一样。那么我觉得这一组金晨对阵黄景瑜的话，是一个未知的在。 黄景瑜，而不在金晨哦，因为我觉得金晨呢，应该他的发挥还是会比较的稳定，但是黄景瑜，上一次我们在这里比赛的时候，第1期的这个决赛的时候，黄景瑜也是在决赛的这一天发生了很大的失误，那么这一次他能不能稳住心态，能不能不要出现重大的失误，能够把所有的环节顺利完成？ 我觉得这是需要他来去给我们答案。铁豆，来从女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金晨现在是什么心态？必须首先给大喜加个油，唯一的女车手，因为我自己也经常面临这种境地，大家都看着你，全场唯一一个女生。她没有给黄景瑜留位置。好。但是很多时候女生其实有一个优势就是胆大心细嘛，今天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也体现出来，她比较稳定这一点。 相信他今天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发挥，我必须为他加油。加油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必须要给他还加点水，因为加点力气。我觉得开车真的是个力气活，很多人以为很好玩，当然很好玩，但这绝对是个力气活。3分多钟你要全力的跑下来，因为人一紧张一兴奋，肌肉就会发起。对。2、3分钟之后你就会非常的累，非常的累，消耗大量的体力。对，对于女车手来讲，这绝对不容易。 黄景瑜的态度是很认真的，我看就他戴着防火面罩，还戴这个夜视镜，主要是为了帅。好，来了，金晨驶上赛道，首先是态度大摆锤，5个摆锤，第1个怎么样？第2个撞到了吗？好像没有。这一个，第4个要撞到了，这一个，
这个要错过。好，对，好。其实应该盯着第2个和第4个。哇！哎呀，但是漂移过头了，但是没事，不扣分，很帅，不扣分，不扣分，赶紧，对，赶紧计时计时，走，重新启动，啊，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漂移起漂很好，对，但是忘了收了，对，油门踩到底了，焊死了，忘了收了。来，第2个。这个你可以看到，这2个集装箱明显的放在李志廷往后，对，所以很精确，还可以，碰到了一个灯柱，还可以，碰到灯柱不罚分，没问题。对，再来一个，哇，起漂很果断，哇，帅的，差一点点1080，接下来是定圆的1080，定圆，哦，推的有点大，对，要稳回来，这太难了。第2圈，不错，稳住油门。哇，这个定圆能收回来很不容易。来，很漂亮。看一下出定圆之后2个球甩起来，打起来。哎呀，差一点点。刚才那个是正面还是侧面？没有看清楚。如果是侧面就对了，正面是要被罚的。我看到应该是正面，但是他可能手刹这一把拉的还不够，拉的不够早，他是顺时要让针车身提前建立这个漂移姿态才行。对，好，来最后一个漂移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还有4个加分球啊！是的，来这一边的钟摆，高速钟摆，错过一个，好，第2个有了，第3个，好的，OK 有了，不错，再来，好180，整体还是非常流畅，哇，这个180很好 ，OK 漂亮，对，最后这个非常的好，他完成度还是很高的，是的，他是慢慢找到节奏。就是开始的时候踩的有点猛，连续2个掉头，对不对？忘了收了啊，没有收。对，所以这个是连续漂移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是的。好看黄景瑜，主要看帅不帅，帅不帅啊？好，来，对，小马哥总教练对他有一个评价，就是赛车杀手。对，现在导演组非常的慌啊。第一个大摆锤，他躲过了，哎，好的，对的，很好。这个要到 OK， 漂亮，全部击中，哦，漂亮，完美，100分，来4个球，哇，太帅了！这是今天首位完成这个2号弯这4个球的车手，对，泡泡连击，他居然4个全部命中，通过集装箱速度也很快，因为这个有个难度在于集装箱啊，这边你看，油门没接上，对，他自己也很着急，哎呀。可惜。集装箱的这个附着力跟这个路面差距还蛮大的，所以进去的速度要控制好。好，那接下来对他就是比较有难度的这个1080定圆，来，3个300，不错。啊，他今天他的心态的表现要比我们预计，比小马哥预计的好得多。是的。其实他刚才对集装箱的那一个失漂，是看这一个，看这一边，哎呀，没有撞到。他是用车头正面，对，这个不算了，这个不算。他对那个点的判断有一点点的失误。是的，对，整体不错，来，来，围绕旋转木马的一个定圆漂移完成度非常好。油门的控制很细腻。来这里钟摆，第一个错过了。好的，击中，再来一个，大概又错过一个。他好像4个直击。哇，这一边问题不大。道具组啊，刚才我说的道具组，现在问题不大，车没坏。观赏性很高。对，车没坏。好。那前2关发挥的非常好，是第一个碰到了4个泡泡。他向裁判挥手示意，是不是他的车尾有一点问题？只要车没坏就行。因为那个灯柱那个水马其实撞上去那一下还是蛮重的。对，蛮重的。那我还在说，他今天的失误跟前面林毅的失误是不太一样。不一样。对，不一样。对，他收的有一点点的多。对，我觉得他是那个第2个环节那个泡泡连击成功以后啊，有点小心，有点开心，不是有点飘，有点飘，不能这么说，但是他确实后面失误要多一些。我觉得他泡泡连击之后，后面应该是那个连续的，就是幸运3重门嘛。幸运3重门之后，他的第1个360度没飘起来。对，我因为他可能影响到心态了。是的。我觉得他的心态是哇，前面我都
都打到了4个球，然后呢，他希望自己控制一下，所以在那个360度的漂移的时候没有飘起来。对，但是那个其实进去的时候就是要收，但这一脚一收之后收大了，他没连上那个油门。油门没。哦，我们看到这一边的车尾有漏油吗？刚才撞到的那个水马痕迹。对。为什么退出来了这一边是怎么回事？他的车是有问题吗？有问题吗？这个尾部不是油箱的位置。不是。哦，是要重新去那个发车位停好。好，准备开始。好。来，这是双车竞速来了。哇，起步很快。对，大起慢了一点起步相当的不错。对，这里要甩起来，用我们的车尾部去碰得分区，后轮碰得分区。不错，太漂亮了。不错，错过了一点。哇，这边不是这个金城。这边的金城，哇，我的天！请收一下，姐姐收一下油门，收一下。玩得开心。啊，是这样的吗？金城玩的有点过，我的天，太开心了。哦。辛苦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了。还好。这边只要你听我说，只要车没坏，金城又是一辆这个皮卡，对尾部问题不是很大，对尾部问题不是很大。哎呀，这是这个包围前包围。好吧，这个刚才我还在说黄景瑜是傻手，他是不是把金城给带歪？后视镜吗？这谁的后视镜？掉进来了吗？没关系，这个比赛他们有需要看后视镜的吗？好像没必要。应该不需要。对啊，所以不太重要。对。但我觉得这个双车发，它其实有点像传统意义上那个追走，因为你一直能看到对手就在你的旁边漂移。虽然说他最后要的还是速度，但是对手在你旁边的竞争就是心态就会有变化。对，我觉得这才有意思，每个人都有一点失误。其实他们前半段都还可以，但是一旦进入连续的时候，连续的转向的漂移的时候，就很难控制，尤其赛道很窄，真的很窄。确实很难。对，确实很难，这是真的很难的。就视线的转换要非常的快才行。是的。好了，刚才我看到啊，被金城撞到的水马露出了大量的水啊。现在赛道变成了一个，看，在这里。哦，问题不大。哎，这么说对于第2次来说，赛道抓地力也有变化，因为路面上有水。但是，我感觉有水的部分是金城自己要通过的这一部分，对吧？他要换到这条赛道。他把撞到了对面赛道上去。不是，对啊，他的水刚刚那一圈是洒到了黄景瑜的这个赛道了，但是接下来这条赛道是他们要交换的呀，你知道吗？对，现在换过来了。对，所以这一段现在有水的路面是金城自己要跑。就是给自己增加了难度嘛。但是刚才他走大那一次，如果是真的比赛的话，居然失误了就把对手也带走了。同归于尽了。就在这里，你看，他其实已经撞到黄景瑜了，水马碰到了。对，你看他现在。但是这个掉头很漂亮。不是，我知道。他的想法是直接一个360就回来，对，损失速度嘛。对，他想直接360就回来。黄景瑜也是被他吓了一大跳，横着车就过来了，你知道吗？黄景瑜就跑得很远，对，跑得很远。好，来了第2轮，这个太有意思了。绿灯来，开始。这边很滑，要小心。对，顺利完赛。对，那一把手刹，对，不失误就是赢，现在。对，来这边外面看看能不能压到，用后轮要压意思了一个。因为这个其实反伤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盲弯，看起来。觉得金城这2次2个弯角都没有飘起来，对不对？是不是回错？这个倒问题不大。终点是停错停车区了吗？这个问题不是很大。问题不是很大。我觉得金城这一次属于是保守了。保守，太保守。不过也没有问题，先那个顺利完赛，虽然会被有一些罚时，但是可以先去顺利完成，因为接下去还有这个团队的比赛。没关系啊，他们这一组就算金城输了，他们2个队也是打平了。对吧？也是打平。
看还真的挺冷静的，对吧？眼神里并没有慌张，对。已经进入一个比赛的节奏了，非常专注。真的是这样，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起步。不是，他们还要去八字格呢。田字格。对，还有一个田字格，这更难。接下来田字格更难。是整个最难的一个。对的空间太小了。不，这个起步也很重要。这一把手，来看一下，来起步。起步两个人差不多，来开始。哇，不错，哇，两个人一模一样的撞到一个水马。来，再来。哇，金晨不错。可以，相当不错，黄景瑜也不错。哎，这两个人心态调整的都非常好。打到了，再来一个。打到没有？好。哇，金晨这一次进的稍微快了一点，太快了。黄景瑜不错，哇塞！要的是速度。好，黄景瑜还不错，车回来了，问题不大。哇哦，不错。这一轮并没有说撞倒道具要扣分嘛，是，所以说策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不错。刚才那两个田字弓的漂移还都不错，虽然尾部碰到了水马，但是基本都是完成，那是很难的，真的就是等于你冲进去的时候就要算好角度，同时拉手刹，对，因为让尾部甩起来，对着一堵墙冲进去的感觉，对，进了别人家房子里还要掉个头，是，对于胆量跟控制都是非常大的考验。对，好，最后直线150米的直线加速啊，好，这一次的起步又是额外的重要。我觉得金晨是不是体重方面吃点亏啊？他体重太轻了，所以每一次都显得油门太大。看一看尾部不要打滑，对，尾部不要打滑。对，但直线加速体重就有优势了。是的，来，准备，来了。金晨起得不错，会非常的接近吗？会很接近吗？150米，稍稍有点打滑，稍稍有点打滑，尾部稍稍有点打滑。好，这样的话，金晨、黄景瑜也完成了车王竞速赛的个人赛。对，总体已经相当的完成度相当高。黄景瑜居然也没出什么大事儿，而且把那4个球都给这个碰到了，4个加分球啊。这个，所以就像我们前面第一组讲的，这个难度就是你要。无论是有没有输，看这个，哇，这里太帅了，这个太帅了，这个确实太帅了。到目前4位车手里面，只有黄景瑜啊，对他这个起跳又晚了，对吧？所以，这个在晚上跟这个目标球的距离啊，这个视线方面是蛮难控制的，对吧？对的，因为这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视野，但是其实这个时候更重要的是肌肉记忆，就是你出来的时候。你的这个动作在练习的时候，它是在哪一个点去做，就是完全的是需要你的肌肉记忆去发挥作用。我明白。对，你这讲的太对了。你讲的意思就是你要看准刹车点，而不是看准你的目标物。是的。啊，这个太对了，这个太对了。啊，他们现在回到了主会场，对，轰鸣声，对，我们可以让他们尽情的享受一下。恭喜我们的车手金晨、车手黄景瑜顺利完成比赛！现场的欢呼声和掌声送给我们的2位车手。哇，我们现在2位车手的成绩也正在统计当中。在这个过程里呢，我们要邀请2位车手来到我们的身边来，我们现场的欢呼声响起来，好不好？完成度非常高的比赛，大喜开的爽不爽？爽！景瑜开的爽不爽？
我们要先问一下黄景瑜，因为目前4位车手当中，对于我们那个加分球的连续撞击，你目前是第1位，完全几个加分球连续完成的，当时是一个什么心情？我明明就放弃了好几个，你全撞到了，你全完成了。不可能，后面2个我就没撞。对，后面有几个我都没撞。我看到你撞到啊。我觉得有点耽误事儿，我觉得就别撞他了。有一些战略上面的考虑，给大家一些机会。好嘞。对于大喜，其实我们看到第1个阶段完成的时候，有给你一个车内的特写，有一种长舒一口气的感觉，是不是？当时什么心情？就是平常心啊，就是顺利完赛就开心就好，就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大喜，在你进入到第2个赛段核心对抗的时候，黄景瑜赛道摧毁者的名号就易主到你的身上了。当时在车里，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那个心理？就是我没想到我会这么猛，然后我不知道是地滑还是因为我油门踩大了，反正就今天总是在转圈掉头，然后再熄火。但是我觉得我整体的，因为平时我昨天练的时候还什么都不行，但是我今天已经能够撞到球啊，能够有一些就是谢谢，有一些可以顺利完成了，所以我已经觉得很好了。景瑜呢，当时在我们核心对抗的那个时候，有被金晨的那个车尾扫到。金晨别的不说，他把我右边的后视镜撞我怀里来了。你撞的，我开车飞过来一后视镜，我拿着我怎么到？那不然是我撞的。这有可能是金晨战术上的安排。然后撞完后视镜之后，把我的后轮撞错位了。我就说我老一直觉得车底有东西，转向的时候老觉得它咣咣咣响。你看没看？它已经从这儿挪到这儿去了。因为你从这边撞过来啊，你车尾把我扫出去了。有，哎，这是你故意要给对手增加一些难度吗？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在车里面完全听不到，然后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情况，然后也不知道我撞了什么东西。你撞的就是我呀，没别的东西。但2个人其实我们刚才在解说期也特别讲到，对于心态的调整还是相当之迅速的，因为在核心对抗的那个赛段出了一些突发的状况，但是我们看到在进田字格的时候，2个人完成度非常之高。那个时候在心态上有做什么迅速的调整吗？我心态已经崩了，我那会儿心态已经崩了，就节奏已经乱了。然后我就想着那儿尽量别失误，但是还是出现了失误。我失误之后，我发现金晨已经从那个叠装箱出来了，我就开始坐不住了，但是又只能坐在里面。我出来了，我都顺利，就是出来了之后，我在掉头的时候熄火了。我看见了呀，所以这就是我的机会。然后我上去一脚油踩大了，然后我想赶紧一脚油滑出去了。大喜，因为之前每一次的漂移都被我们很多的专业解说和专业车手频频称赞，都在你的漂移姿态非常之优美，非常之专业。对于自己今天的漂移，你还满意吗？今天略猛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很爽，就是整个人的状态我觉得很爽就好了，就够了。你看看我们成绩统计的时长，2位的时长明显久于上一轮，足以证明你们刚才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给我们有更加丰富的表现。当然，作为我们代表自己的车队第2位出战的车手，这个对于自己今天在整个赛道上面的表现你觉得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能够给自己今天车王竞速打几分？个人赛10分。10分。我给自己打几分啊？这就是我最帅的成绩。我们之前也说到过，因为是在夜晚的时候来进行正式的比赛嘛，其实大家熟悉这个赛道，全新设置的赛道的时间并没有很长，而且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白天的状况下去熟悉的，所以也可以给我们后面的队友一些小小的提示。2位觉得这个整个的赛段完成下来，在夜晚它大概的这个难度增加有几成？我今天非常的滑，就算没有水的情况下，拉手刹，然后还有油门过一点就会很滑，就很容易掉头，所以一定
这个油门要控制好。但是大喜，你知道非常的滑，是因为你把水马撞了吗？所以非常的滑。景瑜应该后面有感受到一点难度的增加吧？第2个是的，你撞的，你不是过来的时候哗一片那个？看回放。真的吗？我蹬柱就撞了。不是，进来的蹬柱是我撞的，那是我。水马最后一个弯道。采访我什么？这场比赛我觉得我对我的你们队还有我们队剩下的选手讲，出现失误别慌，直接就撞出去，因为你再来一圈的那个时间不划算了，撞出去。好的，那现在我们2位的成绩也已经统计出来了，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看看2位在我们的车王竞速个人赛当中是否能够为自己的团队积得1分呢？首先我们要公布的是金晨的总用时，金晨，你觉得自己大概会有多少秒的罚时？没有。我们大喜的罚时有16秒，所以最终的总用时是4分00秒18。哇，我觉得欢呼声要给到我们这一季唯一的女车手，对不对？完成度非常高，很好的成绩，恭喜大喜！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的是黄景瑜的最终用时，黄景瑜最终用时3分34秒86，有12秒的罚时，所以现在黄景瑜为你的团队极钢圆空队积2分。